婆婆给我1个亿，让我陪她上综艺。小圆说书提醒您记得开 WiFi 哦。喜欢女主爽文的宝贝们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关注哟。接上集，倪明梦被婆婆当场质问，脸上是火辣辣的疼。不悦道：“你在秦阿姨家蹭饭，我点了中餐和晚餐，所以用的比较多。你把启动资金1000用了999，剩下1元叫比较多，不是倾家荡产。”卓巧曼气得胸口发闷，卓妮婆媳的关系再次紧张，令主持人莫名的慌。噗的一声，17期轻笑出声，眉眼弯弯，眸底荡漾起一波愉悦的汪洋，美得令人移不开眼。倪明梦盯着捂嘴偷笑的17期，气得他眼眸发冷。你笑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没忍住。17期恢复了常态，又看向气得炸毛的卓巧曼，继续说，卓阿姨说话太幽默，跟我婆婆一样有趣。有人猜忌，这是在缓解气氛，还是力挺卓女士？卓巧曼正在气头上，被夸的一时之间没反应过来。秦真上前挽住铁闺蜜的手肘，心虚的开口：“我儿媳妇这么喜欢你，明天来我们家吃吧。”卓巧曼上综艺节目，纯属看自己的友情邀请，而她本来想带大媳妇，却看大媳妇忙着教育孩子，就带了还没生孩子的二媳妇。她瞥了一眼倪明梦，沉声：“明梦，你要多向七七学习，不能铺张浪费，花钱也要看自己的财力。”倪明梦一听婆婆让自己跟七七学习，瞬间火冒三丈的怼回去：“呵，我穷的吃不起2顿饭了吗？我堂堂倪家千金又不愁钱，凭什么让我跟七七学习？”现在一片寂静，倒是觉得这位豪门千金大小姐太任性妄为。17期看向胸大无脑的女人，有点好奇卓阿姨家的儿子是怎么看上这位。不过她莫名被扯入婆媳大战中，无语的出面打圆场。每个人有自己的做事风格，不必强求。主持人也趁机结束这个环节，说：“现在时间不早了，请大家回去休息吧，祝大家好梦。”说完抓紧开溜。直播间看着黑屏，一个个都哀嚎，正看宫斗剧，看得起劲就没了。呵，豪门千金又如何？这就素质，铺张浪费，顶撞婆婆，不悔思过，还以巨婴为荣。我儿媳妇要是敢这么对我，我立马让我儿子离婚，败家娘们留着破产。七宝真善良，就场了好几次，太喜欢七宝这样的儿媳妇粉了。评论上炸开了锅，几乎让倪明梦的名声一落千丈。沈南路与楼叔先撤了，留下秦女士还挽着卓巧曼。巧曼，要不你跟我睡？憋了一肚子火的卓巧曼真觉得倪明梦是扶不起的阿斗，气得直接给儿子打了个电话。江元凯，江家在后的家底也经不起你媳妇败家，你自己的媳妇自己开导，当着倪明梦的面是一点都不客气。说完就啪的一声挂了。这一波操作看得17期都傻眼了。这婆婆也够猛，直接跟亲儿子告状。不过倪明梦自己做，江少在看直播肯定也会知道，还会成为豪门的饭后谈资。妈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？倪明梦气得吐血，就听到手机铃声响起，迅速接听，喂。随后脸色越来越难看，气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转身就往房间跑去。闹剧落下帷幕，17期带着2位回到4楼。另一边，江元凯挂了电话，从外面走了进来。婚姻真他妈是坟墓，不仅要约束自己，还得受老妈的气。他边说边吐槽，拿过一杯酒就猛地灌了下去。包间坐着良城几个豪门的继承者，看刚结婚不久的兄弟借酒消愁，不由得看起了好戏。新婚燕尔，你这是哪门子的仇？翁中克噙着笑，双手环在胸前，整个人靠在沙发上看着他。呵，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我那是自愿结婚的吗？江元凯越说越气，低头点开手下给自己转发的录播视频。席莫寒坐在一边自顾自的喝酒，耳边传来他家母亲大人的声音，下意识的抬头看向他。江元凯对视上，坏笑道：“不用怀疑，就是你母亲大人拉着我妈上婆婆来了综艺节目，现在婆媳杠上，你也别想置身之外。”席莫寒他抿了抿薄唇，冷声：“关我什么事？那是我哥的相亲对象。”众人早就知道热搜，却诧异真相。什么情况？你母亲带着上综艺的女孩不是你隐婚妻子？江元凯问出了心里的疑惑，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说漏嘴了。几个人默默地将目光看向席莫寒，有人问道：“隐婚妻子？”席莫寒放下手中的酒杯，瞥了一眼话多的江元凯，解释：“几年前找了个人签了协议婚姻，为了防止家里人催婚。”我擦，你这洗影帝的瓜也太狠了！翁中克猛地站了起来，惊悚万分瞪着他，咳了一声。席莫寒继续说明情况：“我母亲见我大哥屡次相亲失败，估计是想强硬手段逼我大哥结婚吧。”众人了然，佩服他母亲大人的勇气。江元凯怕大家深挖，就转移了话题，没有理会席莫寒一个人喝酒想事情。话说
那位的资料要藏一藏，不然被他母亲大人发现，估计直接墙上了。一想到这点，他起身戴好鸭舌帽和口罩，丢下一句话：不早了，我先回去。当初隐婚协议都是助理一手包办，给他拨了一个电话，查一下隐婚妻子的信息，联系下人，千万不要被我母亲发现。婆婆来了综艺节目现场，秦真连夜在开会，我闺蜜的金币都没了，明天咋整？我给她开小灶。导演忧愁：老秦啊，你怎么就找了个不可控的人？你给他开小灶，那倪宁梦和卓巧曼的关系更恶劣，节目组出来效果就是骂声一片。秦真抽了抽嘴角，有点头疼道：那就出任务干活挣钱。有了这话，导演连夜开始安排事情。翌日清晨，广播响起，起床啦，开播啦，干活啦。众人在睡梦中被喊醒，个个一脸懵圈，又起床洗漱下楼。几分钟后，17期穿着一身浅灰色的休闲套装走了下来，清爽舒适。主持人看见他下来，笑眯眯道：七七，你这一身穿的真对，穿裙子的都去换一下哦，不然干活不方便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在检查穿着，发现只有倪宁梦穿着一件鹅黄色的长裙。